2011年当流星花园播出时，没人能预料到这部轻松偶像剧会彻底改写整个亚洲电视剧的走向。这部剧让一部是爆红，也让台湾偶像剧正式迈入黄金年代。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有偶像教母之称的柴智屏。柴智屏早期在中视担任节目制作人，后来离开体制之后进入华视，逐渐累积他在娱乐圈的能量与人脉。在2000年初期，他嗅到了青春市场的潜力，于是与导演彭佳瑞合作，创立了可米瑞智文化传播公司。后期经过与彭佳瑞的沟通后，双方选择各自发展。从此，可米瑞智文化传播事业有限公司改名成全新瑞智艺人有限公司，直到2013年再改名成全新瑞智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并成为影响台湾偶像剧发展的关键角色。全新瑞智的成功与柴智屏极具前瞻性的企划与操作有绝对的关系。他不仅善于挖掘新人，更擅长用精准的市场直觉与流行元素，打造让人沉迷的剧情与角色。在《流星花园》干货成功后，柴智屏接连推出一系列作品，延续偶像剧的魅力与影响力。他因为擅长挖掘，也捧红过位小鲜肉，从当年 F4 到柯震东、王大陆，全新瑞智国际娱乐公司也被称为小鲜肉制造工厂，创造的小鲜肉经济机能。如 F4 主演的《流星花园》，版权热卖海内外12个地区，柯震东演出小池盖在大陆窜红，一下子过了10多个代言。柴智屏深知偶像的本质是想象力的投射，因此他也积极培养新人。然而，随着市场变迁与观众口味转换，全新瑞智也经历了调整与转型，偶像剧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无论未来如何，柴智屏曾经在台湾影视史上留下极为浓厚的一笔，定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现在，让我们来回顾柴智屏参与制作的几部代表作品，看看你是否曾在这些剧里找到过共鸣，甚至是初恋的味道。说到台湾偶像剧的起点，我们无法不提《流星花园》。2011年，这部改编自日本漫画《花样男子》的青春剧一播出，立刻引爆亚洲。它不只是在台湾创下高收视，也横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远播韩国与日本。这是柴智屏真正让世人记住他名字的作品。彼时，台湾的戏剧市场还以家庭伦理剧、长寿8点档为主，《流星花园》以全新校园偶像的形式打破传统。F4、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吴建豪因这部剧一戏爆红，成为亚洲第一个现象级男子偶像团体。他们不只是剧中角色，更成了现实中的流行符号，发片、出书、办演唱会，甚至登上国际杂志封面。流星花园的成功不是偶然，它是柴智屏极具眼光的策划结果。他看准了少女市场，锁定漫画改编、梦幻爱情、校园背景，再加上当时极具爆发力的新任演员，把青春不完美与渴望拍个真挚又动人。许多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霸道总裁与灰姑娘这样的戏码，就是从这部剧开始的。因为《流星花园》空前的成功，柴智屏才可以继续改造更多青春偶像剧，把这种梦幻与现实交错风格推向更高的层次。爱伤痕戏由张学友、莫文蔚、言承旭主演，改编自一条有香丽的同名漫画，是一部偶像剧，更像是一部电影。好看的就是在精美的画面点缀下，也变成惊心动魄。明媚的阳光是快乐，昏暗的灯光是失意，攻击者是幸福的开始，台北总是无奈的结果。一幕幕的片段拼成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音乐的此起彼落，鼓搞出鼓角的心情。来我家吧，来我家吧改编自日本知名漫画家原秀则的感人作品《恐惧新时代》。为了避免观众将此剧和柴门稳的作品《新恐惧时代》产生混淆，同时宫卫的苦险故事中男女主角放手去爱的积极与勇敢，制作人与导演伤透脑筋，最后决定命名为来我家吧。来我家吧不仅仅是日文原著名称，更是串联整个故事重要关键与精神。换了个口语化的剧名，除了让意义清晰易懂，更让观众们一听便深印脑海。剧情内容讲述不只是单纯的校园生活，而是涉及同居、一夜情等元素。戏的名字就暗含性的挑逗味道，而该剧又是歌手许茹芸首部限制荧幕初吻及激情戏的偶像剧。而《爱龙卷风》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青春偶像剧，由周渝民、徐若瑄、朱孝天主演，带着久违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着实抓住不少偶像剧的受众群。周渝民、徐若瑄这一对受观众喜欢的搭档，再加上剧情的轻松活泼，还有在爱情上的大做文章，男主角跟女主角经过千回百转，忧伤甜蜜，终于能够走到了一起。虽然是青春偶像剧玩梗的老一套梗，但还是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嗨上班女郎部剧由蔡依林、罗志祥主演，描写现代职场女性在爱情与工作上的挣扎与成长。根据10种梦境、踏实咸意的漫画、早餐君等等改编。柴智屏看上蔡依林身为偶像歌手的人气，而她在本剧的无厘头演出展现傻大姐的过去个性，希望激发出女性坚持的潜力。蔡依林在拍摄本剧的时候，还只是个就读普大的大四学生。她与男主角罗志祥本来就是演艺圈的好朋友。蔡依林演出偶像剧和上班女郎的同时，也推出唱片专辑《看我72遍》。当时她口中的很好的朋友周杰伦为她写了《说爱你》、《布拉格广场》这2首歌，而这2首歌跟我收录在该剧原声带里。而当时在拍摄这部剧时，正好是罗志祥和蔡依林两人最低潮的时候。蔡依林那时候碰上合约问题，罗志祥的事业当时也跌到谷底。就在那时候，两人有约定，谁先红了就要拉对方一把。如今两人都成为天王天后，这样的好友也持续到现在。战神嘛，这部剧改编自日本漫画家宫石的作品，由周渝民与大 S 主演，是继《流星花园》后两人再次合作的重要代表作。不同于一般爱情偶像剧的明亮风格，战神呈现的是灰阶而压抑的情感世界，聚焦创伤孤苦与人性深处的黑暗。角预告爱，该剧主要讲述一个让人艳羡的公主，一个怀才不遇的画家，在人生的转角相遇，演绎出一贯令人心动浪漫的爱情童话。由罗志祥与徐熙媛主演，这部剧一推出便引起两岸观众的热烈追捧。两人在台湾相遇，从最初的互相嫌弃到逐渐理解彼此，并在困境中互相扶持，发展出一段跨越阶级的爱情。由于剧情浪漫，画面唯美，台词搞笑，两角预告又被称为是中国版的浪漫满屋。在星光灿烂时，由当时可米小子、王传英、曾少宗以及赖雅妍主演，一贯关于音乐、梦想与爱情的青春交响曲，在2000年代台湾第3乐团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讲述天才主唱唐毅与钢琴少女酷酷音乐相遇，历经现实打压、情感纠葛，最后找到自我价值的热血成长故事。这部剧不仅是偶像剧，更是一封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情书。当中的音乐困境世代从苦至今人人引发共鸣。正如剧中台词，有些旋律注定要在灌得头破血流后才会响起。升旗密码，
这部剧由周渝民、吴恩卫、徐志亨、赖雅妍主演，以沉默诠释爱情的深度。虽然有偶像剧常见套路，但演员的表现和情感刻画让它成为2000年代台剧的代表作之一。男女主角跨越沟通的障碍，互共细腻功能，所以桥段设计也成为剧中的亮点。周渝民突破演出来过流星花园花美男形象，演绎阴郁深情的角色，更是获得好评。美月关系这部剧由周渝民、侯佩岑、柯有文、赖雅妍主演，改编自日本漫画家盛春林的同名漫画《美月关系》，讲述了一个贵美时有着古高品味的落难千金和一个手艺精湛会个怪异的厨师的爱恋故事。美月关系虽然播出时收入不如宫崎嘎的公主小妹或棒阳的星星，但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主题仍吸引了一批忠实观众，被认为是一部暖心疗愈的作品。番外爱这部剧由杨丞琳、贺军翔、王传一、陈妍希主演，讲述一个贫穷女两个不家人的爱情故事。这部剧是杨丞琳和贺军翔这对黄金搭档及恶魔在身边后的恶故合作，却是保持着富家子弟和落难女的不变定律。剧情虽然有点老套，但贺军翔的招牌微笑搭配杨丞琳的更加成熟的可爱风波，让该剧成为夏天最后的消暑良品。虽然一男摆脱不了偶像剧视角交缠的格局，但是因为有贺军翔和杨丞琳的加盟，以及青春的风格、搞笑的情节，成功吸引了观众眼球，创下不错的收视率。这里发现爱由周渝民、朱孝天、王传一、陈妍希、关颖主演。故事围绕着几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与梦想展开，主要场景设定在台北。剧情深探讨了现代都市人在感情中的谎言、信任还有自我成长。夫妇主角之间的互动呈现出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呼叫大明星这部剧由贺军翔与蔡祖妍主演，万人瞩目的大明星火野与平凡计程车女司机陈格欣。这两人原本不互相识的人，因为一张新台币1万元口奖的彩券，阴错阳差的共谱了一场青春爆笑又浪漫的恋曲。派甜心这部剧融合了爱情、喜剧和青春元素，讲述了一段跨越身份差距的浪漫故事。播出后颇受大家欢迎，成为当时的热门偶像剧之一。杨丞琳更是凭借这部剧获得金钟奖第45届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翻看花园故事围绕一位韩国财阀继承人不幸患因故外失去记忆，流落台湾街口，被热爱甜点女孩米恩收留。米恩在自家传统饼店工作，梦想成为班团蛋糕师，希望换名小焕在饼店打工。两人在相处中渐生情愫，面对身份差距与情感纠葛，两人必须在爱情与现实之间做出抉择。剧中穿插甜点制作温馨场景，并融入台韩两地的文化差异与笑料。这也是台韩团队联合制作的一部剧，场景横跨台湾与韩国，以班团蛋糕为象征，展现梦幻与甜蜜的氛围，是一个与身份反差带来轻松幽默的剧情。朴正明首次担任台剧男主角，也吸引了韩流粉丝。恶魔在身边改编自日本漫画家高梨三叶的漫画作品，由杨丞琳、贺军翔、王传一、蔡培林等人主演，讲述着有恶魔王子之称的男主角阿蒙、女主角齐月、男二男学长元一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凭借着两位男主角帅气的外表、杨丞琳甜美的风格，以及让无数女观众们怦然心动的剧情，
自开播后红遍大街小巷，与孔演的恶作剧之吻一口引发了效应。年刚时的片尾曲《暧昧同名专辑》推出后就创下亚洲地区100万惊人销量，从此成为杨丞琳的经典代表作。贫穷贵公子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深有爱的漫画山田太郎。钟于敏一改流星花园花泽类的忧郁形象，饰演一个外表优雅、概念家境却极不平顺的贫穷贵公子，演技自然搞笑。蜜桃女孩改编自日本漫画家上田美和的同名漫画，由吴承君、吴建豪、吴克群主演。这是吴建豪在《流星花园》爆红后的首部主演作品，饰演优柔寡断的校园男神，展现不同于美作的魅力。不良校花由杨丞琳、潘玮柏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自任职上的蒋小花与时尚大师唐门因为偶然的机会，两人从相遇到相恋的故事。一向甜美清纯的可爱教主杨丞琳牺牲色相，以爆炸口、鲜艳夸张造型示人，首次挑战乡音吓人的三八阿花一角。阿花直率乐天，充满正义感，却又言行夸张、大大咧咧，由他引起的别人情节不惯，使本部剧充满了喜剧效果。尽管在这样一部情节未见新意的偶像剧中，讲的依旧是白痴妹爱上高傲然的故事，然而不良校花却牢牢地抓住了时下年轻人的心理，瞄准了目标受众学生观众，用还算养眼的白痴女和高傲然搭配，又有给足新鲜感的潘玮柏第一次出镜，是不折不扣的典型美女帅哥偶像剧。这些作品对许多观众而言，不只是影集，更是青春的时光胶囊。那些对白、音乐、角色，都曾在某个晚上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欢笑与眼泪。现在换你了，你最喜欢上述的哪一部作品呢？是否曾因为某个角色偷偷写过日记，或在房间里贴满海报？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青春偶像剧记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